吴磊 X 赵露思，虞书欣 X 王鹤棣剧集宣传怎么把荧幕 CP 营销出圈的？这个夏天，古偶里的 CP 格外出圈。截至8月25日，星汉灿烂主演吴磊和赵露思的 CP 超话无路可逃，已经有超过30万粉丝。苍兰诀播出后，主演王鹤棣、虞书欣的 CP 地心引力纷纷登上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热搜。CP 营销究竟要做什么？又能给剧集带来什么？炒 CP 对作品来说是福是祸？搜狐娱乐和几位宣传聊了聊剧集炒 CP 背后的故事。剧宣真人 CP 不敢炒，剧宣梅子对 CP 营销几乎手到擒来。他给剧内的角色取 CP 名见 CP 超话，剪过微博热搜话题里的 CP 视频，发过豆瓣帖引导网友嗑角色 CP， 给艺人写过微博互动的文案，策划过线上线下的直播流程。2020年，他送3对 CP 上了热搜，又迎来了他们在剧外轰轰烈烈的 B。我们肯定会针对 CP 营销，梅子对此直言不讳，但都是只做角色像的，不主动炒真人。梅子解释，营销 CP 几乎是每个剧的固定套路 ，CP 能发挥主演的流量功能，又能和剧情相连接，帮助剧出圈，而且观众也喜欢磕 CP， 感情线比较出彩的剧集，更是会把大头营销费用放在 CP 上。毕竟我们的一切目的只是为了让观众们来看剧，梅子解释道。什么样的 CP 能火起来？剧宣圈子里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CP 能不能炒得起来，就是看演员有没有 CP 感。没有 CP 感，连剧内的 CP 都炒不起来，更不要提真人。剧宣绵阳解释道，做了几年剧宣，绵阳仍然认为 CP 感是一门玄学。只不过他认为 CP 感仍然是有硬性条件的，至少有一方的颜值要高，颜值是第一生产力，没人喜欢看丑人谈恋爱。但其实包括我做的很多剧，主演的颜值都不太行。梅子说，梅子曾经参与过某部大热 IP 翻拍剧的营销，在开播当初，她在互联网上收到的舆论反馈，很大一部分都是吐槽几个主演颜值的，好多人都在说这一群丑娃娃、丑人扎堆，根本没人想磕 CP。当主演颜值不高时 ，CP 营销就要看时机。长得不行的，只能等观众的眼睛被破了以后才能炒。梅子解释，这部剧后来风向转好，也开始有很多观众磕 CP 的原因，是因为其中一场戏还原度很高，观众开始认可剧的质量了，剧看下去了，对演员有滤镜了，才有炒 CP 的机会。CP 营销中的另一大难题是艺人粉丝的态度。靠着选秀或者双男主剧出圈的男艺人，我们连剧内 CP 都不敢营销，粉丝骂得很厉害。梅子曾经做过的一个项目，男主之一是目前很火的流量，在剧里只要一有男女主的互动，粉丝就会开骂，他的粉丝根本不吃这套，他们希望哥哥独美，督绝女艺人只是一次合作关系，拒绝炒 CP。有偶像感觉的男艺人，一般我们都会避开炒 CP。在真人 CP 营销上，剧宣做的最多的其实只是推波助澜，比如时不时放出一些幕后花絮，对于 CP 营销来说是既便捷又有效的手段。苍兰诀剧集相关账号就持续在发布花絮，其中一场在河边的吻戏，甚至有3个内容不同的片段释出，该条吻戏花絮也顺利登上热搜。绵阳也曾通过花絮营销 CP。2021年他做的某个项目被要求营销 BG 之光的标签，我们在私下里查了很多资料，甚至看过主演很多的采访，发现2个主演所谓的理想型都可以对得上，他们的花絮互动比正片里看起来更有爱，有很多可以炒的点。但绵阳等到主演在剧中的互动登上热搜，2位主演的真人 CP 超话建立，才默默地放出花絮。RPS 只以真人形象进行同人创作这件事，剧宣是不会主动做的，艺人的避讳与妥协，尽量不碰真人 CP， 是剧宣梅子在工作时最常听到的要求之一。梅子曾参与过的另一部古偶剧，女主角更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宣传。就算他提出的策划只是希望艺人在社交账号用角色名进行互动，艺人方也会全拒绝。
很多人根本不愿意自己的微博出现其他异性的名字，就像有过敏症一样。梅子回忆，那部古偶剧的宣传期，就是男主演在唱独角戏，女主角就像没拍过这部戏一样。据宣，绵阳也曾经被客户明确告知不要做 CP 营销，原因是2位主演的性格不对付。客户要求2个人互动要少，直播时要分屏，不要考虑任何合体的策划。那还是一部体量比较小的剧，除了感情线，几乎也没有其他宣传点。相比之下，体量大、热度高的剧集，演员的配合度会更高。《长歌行》热播期间，主演吴磊和迪丽热巴齐聚线下合体扫楼。《胡珠夫人》播出期，主演杨幂的微博有20余条电视剧相关内容。在开播前，双人登上《快乐大本营》节目进行宣传，更是 S 级以上剧集的常见流程。绵阳参与过某部暑期霸屏剧的营销，几位主演对于以角色身份和口吻互动仪式非常配合，线上直播的效果也很好。我们的直播其实不会有很细的流程，但他们自己很懂观众想看什么，在眼神和对话上都是艺人自己发挥的。而且这些行为会让观众看到演员魅力的同时有观剧代入感，其实对剧集进一步出圈是有好处的。同时绵阳也提到，一般情况下主角会比配角更配合宣传，毕竟不是他主演的剧，宣传他的部分本来就少，对他来说确实收益会小。绵阳也对此表示理解。在逸轩果果看来，宣传期的 CP 互动是必要的，但是艺人团队排斥 CP 营销的情况也不少，团队需要考虑艺人的意愿，看艺人本身愿不愿意，有可能是艺人之间合不来，也有可能是2个人的定位不符，还有艺人长远路线规划的多方原因。但艺人的配合度也会随着剧集的播出情况改变，剧播得好，有的艺人会自己增加互动。梅子之前参与的某个 S 级项目，在接触时就被告知，主演之一不愿意炒作真人 CP。剧集在播出后反响不错，甚至一度登上云和猫眼等各个榜单榜首。梅子的同事与客户沟通后，趁热安排了一次直播。而这位艺人在直播时十分主动，甚至亲了另一位主演。我当时吓死了，我们是不敢安排这种流程的，都是他自己发挥的，我们才害怕被骂呢。但同时，他也理解这位艺人的想法，毕竟这是一个好机会，谁都想红。CP 火了，是福是祸。CP 能火起来，前提一定是剧火了。剧宣绵阳笃定地说道，在他看来，好的 CP 一定是建立在好的作品上的。剧集的质量才是最重要的。绵阳认为，流量再高的艺人所带来的个体力量，始终是无法战胜剧集制作的整合力。即便男女主的外形、性格等方面适配度都不算低，如果剧集本身在糊弄观众，逻辑不清，观感尴尬，也是没有办法让观众磕 CP， 进而带火剧集的。就像你把2块高级巧克力放在一堆屎里，大家肯定还是难以下咽。所以我宁愿看 CP 营销出圈，也不想看烂片。在作品质量有保证的基础上， CP 能够出圈，必然离不开艺人们的配合。而在剧宣们看来，艺人参与 CP 营销是他们敬业的表现。无论是司藤主演景甜和张彬彬的扫楼，还是苍兰诀的双人直播，绵阳都十分认可。景甜和张彬彬的扫楼互动，成为了之后剧集的学习范本。爱上特种兵、长歌行等剧都复刻了双人扫楼的模式。虞书欣正在横店拍摄《仙剑奇侠传6》，但他也会在工作结束后参与苍兰诀的双人直播。而正在这次直播中吵架的小插曲，让苍兰诀的 CP 再次出圈。你想，剧毕竟拍的是爱情戏，他们也是为了延续满足大家的这种代入感和磕糖需求，你不能拆台或者啥也不干吧？这对观众来说是不负责的。绵阳对于艺人营销 CP 的看法从未改变过，作品都不火，他永远只能是胡咖，但很多人真的心里没数。据宣梅子觉得艺人应该都有一个认知，就是既然拍爱情戏，既然有 CP， 就应该在戏内戏外履行好你的职责，这个责任不是拍
完这部戏就结束了，而是播完这部戏才结束。在他看来，剧集的宣传工作就是艺人工作的一部分，哪怕这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需要加班的部分，但是谁不加班啊？难道只有我应该加班吗？梅子形容和谐的荧屏 CP 状态应该是搭伙挣一个好未来。剧集播完之后，你们俩关系好就自己玩，关系不行就不联系，不要闹得太难看，但也不需要再在台面上营销了。因为你还有下一个作品和 CP 需要营销。梅子也提到，在 CP 营销上需要避免的雷区是制作方过于刻意的操纵舆论，引导磕糖。因为现在的观众自发性强，能够自己寻找磕点，自己解读 CP， 也更加冷静地看待剧集。他们已经从之前的经验学到了，只刻剧集播放期的 CP 剧播完，大家好聚好散，江湖不见。在观众愈来愈清醒的大势下，制作方其实不应该给观众强行喂糖，因为大家都能看出来这是不是工业糖精。这种感觉就像我本来磕得可起劲了，我觉得这是我挖到的宝藏。结果你刻意的这么一做，非要让我发现是别人给我发的陷阱。我本来可以欺骗自己，可以一直活在梦里。梅子认为电视剧是要给观众塑造梦境，而不是打破梦境。另一方面是，观众在磕起 CP 时，其实已经会渐渐对制作方，尤其是艺人带上滤镜。这种情况下，其实并不太需要制作方解释什么，很多事情都能自洽。梅子之前做的那部大热 IP 翻拍剧，在开播当周，男主角的黑料就在豆瓣快速传播，甚至登上微博热搜，但粉丝磕着 CP， 后面就没人再提他的黑料了。自发磕 CP 建立起的滤镜与演员、作品、制作团队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藏。